这台车实在太可爱了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想要去芳林的熟食中心找好吃的。最近下午通常都会下雨，到处都湿哒哒的。我顺道在这家照相馆照了我的护照要使用的大头照。路上看到一些不是很便宜的古董。现在大约是下午4点多，好久没吃肉骨茶了。我看上了这一个卖肉骨茶的摊贩，一碗新币6块半的肉骨茶，配上一碗白饭。后来我又叫了一盘菜尾，就是这边的咸菜吧，一小盘新币1块钱。有3大块的排骨肉，我咬了第一口就觉得很软，很好吃，是一种很怀念的大口吃肉、大口配饭的快乐。配上一点咸菜，又特别的下饭，更增添滋味。我最喜欢排骨肉沾着这边的黑酱油，还有辣椒圈了，也是特别的下饭。能够用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吃到这松软的大块的肉，配着白饭，觉得就是一种小幸福了。不过它的汤头倒是还好，就是一种好像是黑酱油的排骨汤，并没有新加坡的胡椒味。我在想它可能是马来西亚式的肉骨茶吧。虽然汤并没有特别浓郁的味道，不过配着饭还是觉得很满足。我还是把它喝得精光。一开始喝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意外啦，因为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胡椒味。不过喝着喝着也就把它喝完了。这个早市肉骨茶都是由3位年长的长辈在经营的，其中一个安娣跟我说，他在这边已经做了10几20年了，然后这个摊位好像也已经有30-40年的历史了吧，所以可谓是历史悠久。然后他们虽然是早市肉骨茶，不过我有问他们，那个安娣说开到晚上8点半。我上次有经过芳林熟食中心，觉得这边的环境还蛮拥挤的，而且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新啊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在1楼呢，就是好像感觉比较宽敞的地方，找一个摊贩吃了就算了。然后呢，正好看到我一直很想要再吃的肉骨茶，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我的心愿了。卖肉骨茶的安娣告诉我说，以前的生意比较好，不过最近呢，好像物价上涨，还有人会嫌肉骨茶6块半很贵。不过比起在餐厅的价位来讲，一碗6块半的肉骨茶能够拿到3块多肉的排骨，我觉得已经是很棒了。所以如果在新加坡的市区，你想要吃一个比较平价，然后又肉比较多的肉骨茶呢，我觉得芳林熟食中心1楼后面的早市肉骨茶倒是算蛮经济实惠的选择。而且我也觉得这个老人家在这边经营肉骨茶的摊子也是蛮辛苦的，所以可以来给他们支持一下。最主要就是它的肉质是算蛮好的啦，就是吃下去我就跟老板说，我觉得很高兴啊，6块半可以吃到好吃的这个肉骨，
我觉得是算蛮划算的。吃完肉骨茶，看到有一个小橱窗在卖很漂亮的面包，所以我就受到了吸引，想要买一个来试试看。葡萄乳酪馅。面包师傅说我选的葡萄乳酪馅是他们的招牌，所以呢我就买来试试看。老板说这是他们的招牌葡萄乳酪，来吃吃看。没有吃过这家的面包，2块3呢。它长得很像在台湾吃过的面包，好像还好，咬下去扁扁的。就我在台湾吃过，里面是乳酪，还不错啊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但是没有到让我很惊艳这样。我就在芳林苑这边吃着面包，欣赏一下这边的楼房，还有椰子树。走在芳林苑旁的这条路上，感觉也是挺好的，就是也有一种好像浓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风味。我喜欢看到老夫老妻牵手的样子。我赫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小熊的这个 hostel， 应该是背包客的旅店吧。在结婚之前呢，我有在书上看到过这家旅店。在新加坡住了到第7年，我还是觉得新加坡的 downtown 地方就是市区啊，比一般的住宅区来得漂亮又有趣多了。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新加坡本岛最漂亮的地方就围绕在新加坡河旁边的这一带。这家彩虹饭店不错，以前我和我先生，有时候会过来这边吃，在这个市区的范围，它算是一家平价的家庭料理店。你好啊，白色的鸽子。我决定还是往克拉码头那边走去看看。上次来的时候呢，它还在施工中，不过看来这次已经有大幅度的整修完毕了。上次我还说它看起来很旧，现在已经油漆好了，变新了。重新油漆了这边的围墙也拆掉了，也重新油漆了吧。
新的商场还没有完全的完工，不过大体上已经油漆好了吧。新盖好的仓库，将来是做餐厅或者是卖场。走到这种很有观光风味的地区，就觉得很开心啊！就是看到他们在努力的把这个地方弄漂亮，我也觉得好像受到感染。在 Clarke 旁边走出来，有一间印度寺庙，是祭拜他们的战争之神。它的外表呢，有着华丽的装饰，可以说是色彩缤纷的外墙。现在大约是下午6点了。在这个寺庙的门口，有人稀稀落落的站着或坐着，感觉也是非常悠闲。新加坡的鸟类很多，常常在路上会看到黄嘴鸟，就是八哥鸟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鸽子。在印度庙战神之庙旁边呢，是一个潮州的建筑，它又称为义安公司，照顾潮州子弟，提供保留潮州的文化等等。再往前走，有2个白色建筑吸引了我，尤其是后面的那个天主教堂。它的大门是开着的，所以我就往前看个仔细一点。天主教似乎跟其他的一些宗教团体一样，把耶稣、圣母还有一些以前的使徒也当作偶像在崇拜。教堂外的圣母像前有一位红衣的女子，似乎在对着她读一些经文。这里应该已经接近 Orchard Road 了，所以我打算从这里走到 Plaza Singapura。沿着这个楼梯走上去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可以走在这个高架桥旁边的小小的人行道。这个人行道好小哦，好可爱的人行道，好窄。在山坡上，好漂亮的别墅。走下了这个高架桥，会看到新加坡的红十字会。红十字会成立于1949年，在新加坡初期呢，提供了很及时的救援服务，还有纾困的一些福利政策。现在呢，则是倾向于呢帮助新加坡本地较为贫困的家庭。我现在又来到了 Plaza Singapura 的 Starbucks 了，这边真的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。那等到我先生下班之后，我们又到旁边的天好运来吃晚餐，因为我早先已经喝了肉骨茶，也吃了一个面包，所以我就不是很饿了。不过我先生还是因为他很
饿，所以就点了很多东西来吃。还有一个粥，哇，你还有粥啊，吃得完你。柴鱼花生粥，看起来不错。这个汤很好吃，我喜欢。虾子很脆，然后很完整，蛮大条的，蛮大只的。汤很清爽。听好运真的蛮贵的，不过东西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准啦。不过这样子平均下来，加上税跟小费，一个东西就差不多新币10块了。炸到很细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